人类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潮起源于中国，即儒家的所谓天下大同理想。随后，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有类似的理想国设想。18世纪，当法国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接触到来自中国的学说时，受到了启发，成为西方左翼思想的滥觞。伏尔泰曾经在其著作《风俗论》中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法式启蒙主义者对东方专制主义和集权帝国如此荒唐浅薄的认知和误读，今天令人啼笑皆非。然而，中国文化虚伪的外衣和扭曲的投影，竟然成了西方精神瘟疫的直接思想资源。历史的吊诡面相，往往令人细思极恐。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功率放大，产生了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自称可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幽灵。尽管在保守自由的英国四处碰壁，铩羽而归，却在俄罗斯的荒原上开出了一朵罪恶之花，并最终回到中国，形成闭环。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引发俄国各地此起彼伏的革命暴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精华毁于一旦，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类文明进程从此误入歧途。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重创了大英帝国。而在俄罗斯帝国的尸体上，共产主义幽灵应节而生。1917年，列宁在德国的帮助下回到俄国，发动10月革命，推翻了已经通过2月革命取代沙皇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恐怖统治。其后秘密杀害沙皇尼古拉2世全家，并设立契卡，对内进行肃反清洗，大肆迫害屠杀不同政见者。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目的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将红色恐怖输出到全球范围。5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动了5·4运动，开启了中国主动向共产国际靠拢的历史。由中国起源，经欧洲成型，又经俄国回传中国的共产主义终于回家了。共产恐怖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流氓无产者暴民政治可谓三生有缘，天作之合。1920年8月，广东人刘泽荣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当月，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社会党。面对赤色狂潮的威胁，俄罗斯帝国的爱国者和保守派则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领袖，在西伯利亚组建临时全俄罗斯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由于俄罗斯帝国皇室代表色为白色，因此忠于俄罗斯帝国的俄国人被称为白俄。
各自由国家均对高尔察克提供援助，并直接组织20余万人的多国部队从西伯利亚进入俄国境内协助白俄军队。但由于白俄内部缺乏协调组织，没有共同纲领，虽然初期声势浩大，但终究被组织度更高的苏俄红军击败。各国联军在消耗战中陆续撤离，高尔察克则遭到法国军团和捷克军团的出卖，被俘遇害，尸体被抛入冰窟。其部下卡普佩尔将军则率领残余部队继续东撤，途中不幸病逝。剩余部队护送将军遗骸进入俄国仍然控制的北满，成为满洲白俄移民。卡普佩尔将军的遗骨收藏于哈尔滨的圣伊维尔教堂，直到2007年，将军的遗骨被摆脱共产魔爪、重获独立自由的俄罗斯联邦隆重迎回莫斯科，而高尔察克为之战斗的3色帝国旗终于重新飘扬在俄罗斯大地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正式成立。广东和浙江作为最中国化的2个地区，也是太平天国暴乱、辛亥暴乱以及共产恐怖组织的温床，这绝不是偶然的。两地具有深厚的士大夫文化传统，在受到元清帝国统治之后，反而具有了极强的大一统倾向。在近代，湖广江浙最先接触西方文明，但却无一例外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先后产生了洪秀全、孙文、蒋介石、毛泽东这一类中国主义者。南中国革命党在辛亥暴动后，将同盟会改称国民党，一度取得中华民国国会多数党。但理事长宋教仁却于1913年3月20日被暗杀，年仅31岁。这场暗杀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已经淡出权力中心的孙文。宋教仁号于甫，为中华民国政坛新星。宋教仁深知南中国革命党的偏激狭隘，如果要与北中国的北洋政府联合统一，必须做出改变，遂广泛联合各种政治力量改造国民党，提出回党造党的创建。这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解套的唯一机会。但宋教仁如果以党魁身份阻隔，将使孙文、黄兴等权欲熏心、一心排满北伐的野心家逐渐失势。孙文虽受益国民党元老，同时也是青帮大佬的陈其美指使帮会分子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北站，并通过套取书信、操控舆论等方式嫁祸给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总统袁世凯，从而以此为契机重返政治舞台，攫取权力，并发动数场战争进行北伐。早在1907年，宋教仁曾潜入满洲，与时任吉林延边都统、实为革命党卧底的吴禄贞谋划在满洲发动军事政变，并试图拉拢韩边外等关东豪强加入暴动。但满洲人向来对革命抱有排斥态度，韩边外等人对南中国革命党内心十分鄙薄，因此宋教仁空手而归。其后赵尔巽、张作霖果断驱逐蓝天卫，镇压革命党，保护满洲远离了中国式的政治动荡和战争灾难。但在满洲进行颠覆活动的过程中，宋教仁参与了吴禄贞与日韩就尖岛地区的谈判，确定尖岛地区主权属于满洲。孙文谋杀宋教仁后，1914年7月于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自任党魁。1919年10月10日，
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法租界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袁世凯病逝后，嫡系分裂为皖系和直系两派。皖系的段祺瑞恢复了北洋民国法统，短暂控制了北京政府。由于财政拮据，不得不借债度日，因此与日本借款1.45亿日元的西元借款，以满洲地区和山东地区的若干权益为抵押，而此后北洋政府从未还款。此外，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日支条约，或称民四条约，将满洲的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及南满铁路之期限均扩展至99年，其他一些条款均为通商改革、投资移民等正当要求。但如增设日本顾问、改良司法警察制度、允许日本开办教育等条款，刺激了中国人狭隘而敏感的神经。加之共产国际的勾兑，遂有1919年五四事件，成为共产病毒在中国快速爆发的开端。满洲张作霖为首的奉天政权，严格意义上并非北洋派系，而是直接承袭了大清帝国东三省的衣钵，而日俄势力控制下的铁路和附属地更不受北洋政府控制。满洲奉系与北洋皖系、直系一直格格不入，满洲也与中国素来一边一国，各自为政。但皖系、直系互相对抗时，都希望借助关外奉军的力量，从而压倒对手。张作霖权衡利弊，联合直系对抗皖系，并在直皖战争中派出奉军入关。1920年7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军与段祺瑞为首的皖军在幽燕地区铁路沿线展开战斗。双方兵力均为5万余人，实力相当，但由于天降暴雨，导致皖军的火炮失灵。同时，张作霖的奉军赶到，在实力对比上取得优势，皖军遂全线崩溃，段祺瑞被迫下野。满洲和直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张作霖注重实际利益，尽可能在中国搜集战略物资运回满洲本土，因此在战果分配上，直系对奉军的不满逐渐加剧。1921年12月，张作霖力推梁士仪成立内阁，因此梁士仪亲奉亲日，实际成为满洲代理人，引发直系的激烈反弹。仅仅2个月后，直系第一悍将反日反满的号称北洋之虎的吴佩孚便联合6省通电反梁，迫使梁士仪辞职出走，奉直矛盾公开化，双方整军备战。张作霖为了对抗直系，联合下野的皖系段祺瑞和广东建立军政府政权的孙文，组成反直同盟，对抗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史称三角同盟。1922年4月，奉军12万再入山海关，张作霖到天津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即日下达奉军的总攻击令。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约10万人进驻涿州，在马场、长辛店、霸县一路展开激烈搏杀。吴佩孚出骑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奉军腹背受敌，而奉军16师师长邹芬身负重伤，导致全师失去指挥而投降。奉军西线迅速崩溃，损失惨重。张作霖退出山海关，由张学良、郭松龄在山海关率领精锐师团顽强防守，才避免了吴佩孚乘胜直捣奉天。回到奉天，张作霖立刻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的北洋政府断绝联系。
奉人治奉，保境安民。满洲各地士绅军民一致赞成。张作霖、杨宇霆痛定思痛，对奉军进行大规模整理，将所部军队改称镇威军，提高指挥官素养，改善装备，开始卧薪尝胆，锐意改革，实行军民分治。民政由各省省长主持，由省议会选出，以本省人为主。同时，日本开始从原来的支持中国独立，转而忧虑中国革命瘟疫的北传，再次造成义和团暴乱时的损失，遂加大对奉天的支持，以保境安民。尽管有一些声音反对张作霖继续入关参与中国的混战，但张作霖已经决定要再次入关击败吴佩孚，一雪前耻。且南中国革命党已经开始北伐，满洲如果不建立缓冲区，迟早也要面对中国主义者的枪口。直系取得第一次奉直战争胜利后，独占了北京政府。曹锟通过充满争议的国会选举当选大总统，开启了直系北洋时代。1922年，苏俄外交部长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岳飞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到中国寻找代理人。先与中国的直系文官政府交涉无果，又转向手握兵权、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但被吴佩孚严词拒绝。在北洋碰壁的岳飞与正在寻求苏俄援助的孙文在上海一拍即合，发表联合宣言，确定联俄联共的政治方向。从此，南中国革命党开始了与魔鬼的疯狂交媾，诞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对同卵双生的绝世魔胎。饮鸩止渴的疯狂让南中国革命党从不堪一击逐渐具有了毁灭性的实力。在深层文化基因中，中国主义者的大一统理想与共产主义者的全球革命理想是高度契合的。中国主义者没有祖国，他们要的是天下；共产主义者没有祖国，他们要的是全世界。因此，他们如蝗虫过境，敲骨吸髓地榨干自己的根据地，随即毫不留恋地飞向下一个目标。1924年6月，孙文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运作下，建立广州黄埔军校，以苏联顾问鲍罗廷为核心，调拨大量资金和武器，训练武装国民革命军，使之成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急先锋。广东地方军绅政权的代表陈炯明认为，民国法统已经恢复，不必继续北伐，维持地方的独立状态，悦人治越，发展民生。但孙文一意孤行，丝毫不考虑广东民众的生计，而只是希望以广东为基地，实现自己一统天下的野望。广州商团不堪其扰，进行武装反抗。孙文下令对广州商团进行了残酷镇压，屠杀平民2000余人，史称西关屠城。东北亚则直接与苏俄接壤。1920年1月，苏俄红军制造尼港事件，屠杀尼古拉耶夫斯克日本降兵和日裔侨民700余人。日本遂与苏俄远东武装力量爆发冲突。苏俄为了缓解远东的压力，避免树敌过多，设立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地区，以骗取日本撤军。日本轻信苏俄承诺，于同年10月撤军。苏联过河拆桥，11月远东共和国即宣告与苏联合并。高尔察克遇害后，谢苗诺夫继承了远东的白军指挥权，
但随着日苏达成停战协议，谢苗诺夫的白军不得不放弃在俄国境内的抵抗，进入北满流亡。张作霖予以庇护，哈尔滨成为白俄政治难民的天堂。期间，苏俄阴谋在哈尔滨建立苏维埃政权，夺取东清铁路，被张作霖挫败。苏俄又多次策反奉军将领，或者派出刺客试图谋杀张作霖，均告失败。张作霖治下的满洲成为远东阻挡苏俄共产国际南下的铜墙铁壁，共产国际才不得不绕开满洲，舍近求远，将手伸向南中国革命党以及北中国的部分无良军阀。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响应江浙战争为由，聚集15万大军，分两路向直系盘踞的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张作霖麾下名将张宗昌早年参与东清铁路修建，精通俄语，因此招募了大量白俄军人加入奉军，成为奉军的先锋师团，战力极高，作战勇猛，直接撕开直军防线。吴佩孚率领直军主力与奉军展开激烈厮杀20余天，双方伤亡过万。此时的直军内部矛盾重重，冯玉祥与吴佩孚素来不睦，坐镇古北口按兵不动。此时冯已经被共产国际和孙文策反，又与奉军达成协议，因此临阵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闪电杀回北京，发动震惊世界的北京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总统曹锟，控制北京政府，随即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职务。同时，张宗昌部从冷口突破长城，直接切断直军后路，直军全军崩溃。奉军趁胜占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吴佩孚主力尽丧，率残部2000余人南逃。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共同控制了北京，推举之前下野的皖系段祺瑞任执政，邀请孙文北上协商和谈。孙文虽北上入京，但已经身患重病，且与奉天政权和北洋政权势不两立，所以并未达成任何协议，随即病亡。在发动北京政变之后，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包围紫禁城，以武力将逊帝溥仪、皇室及相关人员强行逐出，公然撕毁北洋政府与大清的清室优待条约，单方面另立新约。逼宫事件令南中国革命党拍手叫好，但却使奉军和其他北洋派系侧目不耻。冯玉祥一生8次倒戈，为人毫无信用可言，人称倒戈将军。虽然与奉军合作，但已经明显呈现赤化的倾向，因此张作霖联合段祺瑞，迫使冯玉祥辞职离开北京。1925年2月24日，逊帝在郑孝胥和日本友人的协助下逃离北京，前往天津日租界暂居。此前，张作霖曾在逊帝经济困难时奉纳钱款。当得知逊帝被逼出宫的消息，张作霖亲自前往天津相见。虽然逊帝已经退位，时代已经顶格，但张作霖仍尊重自己那一代人的传统，行跪拜之礼。耳闻目睹皇室所受不公待遇，痛心疾首，痛哭失声，并希望逊帝前往奉天故宫，由自己保护。言外之意，以逊帝为君主，满洲自行建国，与背信弃义的中国一刀两断。冯玉祥则暗中与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以及共产国际代理人李大钊勾结，
接受苏联支持，迅速扩张自己的实力。仅1925年1年，冯玉祥就从苏联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佩戴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大量现金。1925年，吴佩孚在武汉纠合中国14省联军，发动反奉战争，试图东山再起。直系孙传芳响应，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军势力。当时杨宇霆、张宗昌已经南下，具有江苏、安徽两省，但杨宇霆太过宽厚，未能在上海等地筹措到足够军资。兼之江浙素来对满洲人极为仇视，因此孤军难有作为，被孙传芳突然袭击，奉军败退，返回黄河以北。孙传芳在讨奉檄文中称，奉方视为征服之地，将会师宁镇，驱逐奉军，分图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未已，云云。江东地区驱逐奉军，终于迎来彻底布尔什维克化的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可谓求仁得仁。1925年11月22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满洲的南大门滦州发动叛乱，杀害了途经滦州的奉军名将江登选，将所部7万余人均为奉军精锐，改称东北国民军，连克山海关、锦州，回师满洲，直逼奉田，形势危急。张作霖一度考虑下野。日本意识到，如果冯玉祥、郭松龄攻占奉田，那么满洲和中国必将全面赤化。日本从日俄战争以来的构筑的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体系将土崩瓦解。因此，日本对张作霖全面支持，并直接进行了军事干预。郭松龄侵入南满铁路辖区，遭到日本关东军反击，进退两难。郭松龄所部多为满洲人，本不愿调转枪口与自己人为敌，更对郭所倡议的革命天然反感，因此其参谋长邹作华反正。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巨流河，于白旗浦被捕。张作霖、杨宇霆恨之入骨，电告将其夫妇就地正法，并曝尸3日。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与中国北洋政府断绝一切联系，但为了向冯玉祥和革命党复仇，再度入关。此时的满洲如果关外自保，不再涉足中国事务，未尝不可成为东北亚美利坚。遗憾的是，张作霖仍有自身的局限性，虽然2度宣布满洲独立，但逐鹿中原之心仍然未死，晚年穷兵黩武，使满洲国民白白牺牲。财政天才王永江苦劝未果，遗憾辞职。奉天经过郭松龄之乱和王永江辞职，从巅峰迅速走向衰落。1926年3月，奉军在日军的掩护下占领天津。冯玉祥违反辛丑条约，在大沽口布雷防备满洲海军，遭到日本和其他缔约国的抗议，要求其遵守条约，停止布雷，立刻引起中国境内一片义和团式的反奉排外的鼓噪。共产党和国民党趁机在北京发动学生上街，以反奉反帝为名，要求废除辛丑条约。
作为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同时也是国民党党员，率领学生围攻执政段祺瑞府邸，与卫兵爆发冲突，导致多人死伤。4月9日，冯玉祥以通奉为罪名，武力驱逐执政段祺瑞，执政府就此终结。奉军在日军的协力下转入全面反攻，冯玉祥从北京撤退至昌平，张作霖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阎锡山达成协议。面对赤货威胁，奉直再度联合，晋军也加入，共组讨赤联军，合为冯玉祥国民军。冯玉祥不敌，宣布下野，前往苏联政治避难。8月，李大钊又请冯玉祥返回，配合南中国革命党北伐。这一次，冯玉祥彻底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并将所部北洋5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展开攻略。1926年7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国民革命军，在苏联的大批武器、资金、顾问的支持下，在广州市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悍然发动北伐战争。苏联军舰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将大量先进装备弹药直接运抵广州。布留赫尔将军和数百名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和政治顾问遍布于整个广东国民政府。在如此强援的加持下，北伐军灭亡了主张南粤地方独立的陈炯明，轻松击败已经丧失主力的吴佩孚和实力较弱的孙传芳，扫荡朱夏军绅政权。借助毗邻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冯玉祥得到的援助更远超广州国民政府，在西北迅速做大，再度挥师东进。共产国际代理人对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张作霖占领北京后，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时代最后的共主。军政府立即逮捕、处决、宣传赤化，极力促成冯玉祥、郭松龄联合的浙江记者邵飘萍。1927年4月6日，在西方各国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下，废除苏联大使馆外交豁免权。满洲籍宪兵数百人包围北京苏联大使馆，将隐匿其中的巨谍祸首李大钊抓捕，同时逮捕了国民党、共产党60余人，将国共北方情报网一举粉碎。经审判，依法将李大钊等国共匪谍20人判处死刑。李大钊希望以绞刑执行。面对这一无理要求，张作霖特别拨款从欧洲购买绞架一具。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正法。奉军此举赢得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从苏联大使馆中搜查出大量未及销毁的共产国际颠覆满洲、赤化远东的指令文件、拨款账目。张作霖命人集结成册，印行于世，视为苏联阴谋文正汇编，数额之巨，令世人侧目。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党北伐军和西北军，张作霖意识到，如果不奋起抵抗，则北洋法统必被颠覆，北中国乃至满洲必为暴力革命血海所淹没。因此捐弃前嫌，与吴佩孚、孙传芳等宿敌结盟，所有北洋派系统称安国军，共同应对共产国际代理人的南北夹击。奉军按总参谋长杨宇霆的计划，兵分3路，东路由张宗昌率军协助孙传芳防守长江一线，
中路由韩林春率军协助吴佩孚反攻湖北，西路汤玉麟率军协助阎锡山的晋军抵御冯玉祥，张作相稳守满洲本土为后方，大元帅张作霖坐镇幽燕，掌控全局。一场纵横千里、陈兵100万的北洋军和革命军的生死总决战就此拉开帷幕，史称奉国战争。此计划战术上恢宏严密，但战略上完全不可取。因为此时的冯玉祥和蒋介石得到苏联的全力援助，从资金、人力、装备、训练完全由共产国际掌控。而奉军虽有日本的支持，但日本仍保持19世纪绅士外交，并未突破底线过分介入，所以奉军更多是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共产国际渗透扶植下的整个中国。苏联以有心算无心，奉军已经立于险地。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彻底击败吴佩孚，占领武汉后，指使20万中国暴民涌入汉口英租界，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名义，一朝刀枪在手，便撕毁一切契约，以义和团式的排外手段强行收回租界。随后，北伐军又在九江故伎重演，英国不得不放弃九江租界。3月，北伐军狼奔使突，沿江东进，孙传芳和奉军张宗昌部不敌北撤，北伐军占领南京，对各国领事馆、教堂、学校、贸易公司、医院、侨民住宅展开疯狂破坏，对外国平民进行屠杀强奸。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瞿光朝被中国匪军残酷杀害，多名外交人员遇袭受伤，暴徒烧光受害者的头发、胡须、阴毛，并砍下大腿。日本领馆和侨民受害最烈，不但财物遭劫，死伤惨重，还有30多名妇女被轮奸，最惨毒者被多达27人轮奸。有匪军士兵高呼：“我们不要钱，只要命！华俄一家，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与张作霖一伙的日本人都要杀掉。”史称南京虐杀事件。北伐军暴行震惊了全世界，惊呼义和团死灰复燃。实际中国人和义和团完全不可分割，即使今天走遍全球，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义和团和党支部。英美军舰忍无可忍，对南京匪军暴民进行报复性炮击，造成一定伤亡。从此，中国所有历史都将南京事件前因隐去，只留下英美军舰炮击，以颠倒黑白。日本在闭源外相的不干涉政策下，保持极大的克制，严格限制当地驻军的反击，并对国内封锁消息。侨民被杀、妇女受辱的惨状不予报道。随着中国匪军的胜利，其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苏联顾问认为蒋介石权力过大，不受控制，而蒋介石希望将南京事件的责任扣在共产党头上。但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是一卵双生，国民党员中超过70%以上也同时是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区分。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变，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捕杀。清党后的国民党员数量从121万骤降至22万。蒋介石在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此后，武汉与南京两支革命党各自北伐。
武汉北伐军由唐生智指挥，北上击败张学良、韩林春部奉军，占领河南地区。冯玉祥也从西线进入河南，与唐生智会师，奉军遂退回黄河以北。南京北伐军则击退张宗昌和孙传芳联军，占领徐州，而武汉政府则趁机命令唐生智东进攻击南京政府。蒋介石回师救援，张宗昌、孙传芳则抓住时机反攻，夺回徐州。蒋介石企图再夺徐州，结果大败，溃逃回到长江一线。6月，一直在权衡观望的晋军阎锡山通电意志，加入国民革命军。晋军的倒戈对奉军造成巨大打击，但随后出娘子关，被奉军击败，固守山西。7月，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决定和共产党决裂。国民党内部派系经过协调，罢黜苏联顾问，重新整合合并，史称宁汉合流。8月1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发起南昌暴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建立中共完全控制的武装力量。8月底，孙传芳利用北伐军内部权力纷争的时机，集结全部精锐6万余人，南下发起反攻，在龙潭地区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部队展开决定性战役，史称龙潭之战。战斗之惨烈，为奉国战争之最，双方皆拼尽全力，死伤惨重。最终，孙传芳部3万余人被俘，主力覆没，逃回江北。国民党的南京政府经此一役，立稳脚跟。蒋介石因徐州战败下野，但随即又在1928年初复出，重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发起反奉决战。东路奉军张宗昌下达总退却令，孙传芳以残部抵抗，但迅速被击败。东路奉军退守滦州，孙传芳宣布下野。冯玉祥、李宗仁在京汉线合力以优势兵力击退了杨宇霆、张学良的奉军精锐，占据河南。蒋介石则在津浦线北上，占领山东。5月，张作霖命令奉军转入战略防御，逐步向黄河以北幽燕地区收缩。北伐军在攻克济南后，立刻对当地日本侨民施暴，造成数百户被抢，数十人被虐杀强奸，男性被阉割，尸体被毁容，女性遭奸杀后阴部被插入木棍。中国军队在济南事件的罪行比南京事件更令人发指。鉴于南京事件的教训，日本为了保护济南地区的侨民，派驻军队。当看到中国军队的受刑后，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与中国军队爆发激烈冲突，造成中国匪徒的死伤，被中国历史涂抹为所谓的济南惨案，倒打一耙，说成是日军挑衅杀人。更让人震惊的是，济南事件中中国匪军暴民残杀日本侨民的验尸照片，至今仍被中国官方作为虚构的731部队人体实验照片堂而皇之刊入教材和挂在博物馆中，信口雌黄，灭绝人性。由于日军的愤怒还击和外交抗议，国民党匪帮仓皇绕开济南，直扑幽燕。面对100万匪军的咄咄逼人，张作霖不得不接受现实，宣布将中国的命运交给中国人自己决定，放弃作为北洋的保护者，启程出关，返回满洲。
然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共两党将奉天政权和张作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斯大林称张作霖为远东的弗朗哥。1926年9月，奉军侦缉队就已经破获一起苏联间谍布尔拉科夫等人试图通过遥控炸弹暗杀张作霖的阴谋。苏联一面矢口否认，一面再次任命远东特工站站长萨尔嫩担任行动的负责人，立即实施第二次暗杀行动。而具体执行人为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埃廷贡在1940年代又成功组织刺杀托洛茨基，为20世纪最著名间谍之一。这一次，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刺杀行动锁定在奉天，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制备，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而张作霖身边的线人则实时向暗杀小组报告其出行计划。1928年5月，行动小组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逼近，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奉天，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绝密行事。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暗杀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身上，以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维纳罗夫负责准备120公斤黄色炸药，埃廷贡选择了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凤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老道口，该地段处于日本满铁附属区，以便将爆炸栽赃到日本关东军。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4日凌晨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花车。6月4日晨，张作霖专列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卿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乘坐的正是一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正当这节花车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埃廷贡按下了起爆器，巨大的爆炸把这节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成重伤，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逝世。张作霖之死震惊世界，多方各执一词，一度迷雾重重。苏联帝国解体后，根据解密档案和苏联历史作家的著述，张作霖死因已经基本真相大白。而中国历史叙事始终坚持谎言，声称是日本关东军所为，并伪造所谓河本大作自述，希望把这一事件办成呼格吉勒图式的铁案。而现实中，河本大作早在1950年代即在共产党的黑狱之中被灭口，从未露面做出任何指证。很多渔民明知伪中国政府没有一句真话，但只要一涉及到反满、反日、排外、仇外，就立刻无条件相信，可谓至死不误，死固怡然。谋杀张作霖，苏联去除心腹大患，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代表着北洋时代走向终结。
共产国际和中国暴民结合产下的国民政府，终于暴力颠覆了北洋法统，毁灭了晚清以来地方的社会自治，将已经形成的诸夏邦国胚胎扼杀在腹中，把东亚大陆重新拉回到大一统的集权帝国的黑暗轮回之中。1928年6月15日，匪首蒋介石志得意满，宣布北伐胜利，耀武扬威进入北京，仿照朱元璋将北京改为北平，意为平定北方。中华民国国名虽然不变，但旗帜由五色旗变为青天白日旗，统治集团由遵守国际条约体系的北洋军绅集团变成了勾结赤货、排外无信的南中国流氓无产者，实际已经改朝换代。奉天政权是大清帝国满洲3省的直接延续，是满洲走向现代国家的最重要一环。张作霖因自身的局限性，尽管2次宣布独立，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只有彻底远离中国，才是满洲健康发展之道。另外，由于国际形势所迫，共产国际的南北渗透夹击，中国革命党的与虎谋皮，不得已才以攻为守，数度入关。为了保卫北洋法统，捍卫满洲，也拯救中国，拼尽了满洲的全力，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然而，中国主义者通过努力奋斗，切实做到了驱逐鞑虏，驱逐帝国主义，撕毁一切契约，选择了自己的灵魂伴侣共产主义，争取来他们应得的命运，踏踏实实地坐稳了奴隶蝼蚁的地位。尽管国民党试图与共产党切割，但中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国民党从选择走上大一统道路，选择与共产魔鬼交易灵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魔鬼破体而出。